1993年，香港电影迎来命运彻底转折的一年，也被称之为港片分水岭的一年。在此之前，港片称霸亚洲30余年，邵氏嘉禾和新艺城疯狂拍片，流水线式产出爆款，港台东南亚市场全盘通吃。那时候的好莱坞大片在香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1993年7月1日，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登陆香港，在香港本土斩获了6223万港币的票房，直接碾压周星驰、成龙、李连杰3大顶流的年度头部作品。这一年，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仅获得了4017万票房，成龙的《城市猎人》获得了3075万票房，李连杰的《方世玉》福得了3066万票房。这一刻，香港电影人第一次清晰感知到，本土港片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滩浑水里，7个人凑到了一起：钟诚、钟在四、马逢国、冯勇、廖永亮、陈子亮、Nick James。7个之前在李泽楷创办的卫星电视一起上班。当时卫星电视有个姊妹公司叫综艺产权，从嘉禾和金公主手里买了差不多600部电影的版权，做片库和发行。钟诚、冯勇、马逢国当时就是负责电影制作的。后来卫星电视被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看中它覆盖整个亚洲的传播渠道。1993年，默多克分阶段收购股权，先拿下63%控股，1995年全资买断，整体交易金额超5亿美元。李泽楷借此套现离场，一战成名。外国资本的介入，也就意味着卫星电视以后的重心将会往欧美地区转移。7个人看清楚了形势，就跟卫视谈了一个条件，他们几人离开卫视，但可以继续帮卫视做综艺产权的电影发行，同时也可以拍戏，也卖给卫视。卫星电视的新领导人觉得这百利无害，便答应了他们7个人的条件。1994年，7个人正式注册了环亚综艺集团。这7个人各有各的来路，有以前在 TVB 做助理总经理的，有在新艺城做总经理的，有搞发行的，有做财务的，除了没有导演，每一个岗位都有。这不是以前那种一个大老板说了算的公司，也不是几个导演凑一起的兄弟班，他们是按企业化的模式来做的，大到公司运营股东分工，小到剧本评估合约草拟，全部按正规流程走，甚至连合约都是参考外国公司的标准来拟的，比当时香港大部分电影公司的合约都细。这7个人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深知当时港片的问题出在哪，片子越拍越多，质量越来越差，观众越来越不相信香港电影。庄成当时定的一个规矩，不拍烂片，拍一个戏出来，观众可以说不好看，但不会说烂，你可以不喜欢，但不会觉得我骗你。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那个随便拍都能卖钱的年代，能做到的公司没几个。公司有了，拍什么？庄成看中了一台话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是杜国威编剧，香港话剧团演出的舞台剧。1992年首演的时候，场场爆满。庄成觉得这个故事有搞头，找来了导演高志森。高志森当时在圈里已经有些名气，拍过《富贵逼人》及《铜鸭奖》这些卖座喜剧。他拿到剧本之后，很快就有了想法，不用大牌明星，就用舞台剧的原班人马，把那4个歌女的故事原封不动搬上荧幕。4个女主角：刘雅丽、苏玉华、冯卫恒、罗冠兰，全是舞台剧的班底。男主角吴大维当时也不算一线，但最大的问题不是演员是钱。1994年，一部中等成本的港片，少说也要700-800万。高志森这部戏没大牌明星，没动作场面，没特效，投资人听了直摇头。那个年代，港片的投资逻辑是这样：你有刘德华的合约，就能去台湾收几百万的现金；你有周星驰的名字，就能拉来一堆片商。那你什么都没有，谁给你钱？高志森跑了好几家发行商，有一家愿意开价80万买录影带版权，但对方一听演员阵容，直接摔了筷子。另一家看完剧本，翻来覆去问了一句：演员名单上这4个人是谁？然后就没下文了。高志森回到家，跟他老婆说了3个字：押房子。他把自己那层楼押给了银行，贷了250万。环耀那边又从公司账上凑了50万，加起来300万。演员片酬加起来还不够一部普通贺岁片，请一个明星的钱。刘雅丽拍第1场哭戏，怎么也哭不出来。高志森就安慰她说：想想你在舞台上演了那么多年，观众不记得你的名字，但他们还记得小蝶。刘雅丽的眼泪就下来了。苏玉华、冯卫恒、罗冠兰，每个人都在用舞台上的功底撑着荧幕上的表演。剧组没钱搭大景，大部分场景在旧厂房和实景里拍，服装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道具，能借就借。1994年4月21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香港上映。发行策略是庄成想出来的，不找大院线，一上来就铺满全港，先找5家影院，只在星期六放映1场。第1周上座率一般，但看过的观众回去以后，到处跟朋友推荐。第2周电影院门口开始排队，5周以后，放映规模一步步扩开。电影就这样在口口相传里发酵，连续上映了4个多月，最终票房突破了2100万港币，300万的投资收回来2100多万。这部戏高志森赚回了房子，不用睡天桥底。更让圈里人意外的是，一部没有巨星、没有动作、没有特效的歌舞片，在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拿下了最佳编剧奖，最佳影片也提名了。跟重庆森林、东邪西毒这些大导演、大阵容的片子站在同一张候选名单上，华亚的名字第一次被香港观众记住。但这家公司真正让全港侧目，
是几年后的事儿。装成钟在寺这帮人靠一部押房子拍出来的戏站稳了脚跟，但环亚接下来的路并不顺利。钟在寺当总裁那几年，公司拍了《野兽刑警黑骏马》《日光峡谷最后判决》等多部影片，口碑不错，但一直没赚到大钱。公司缺钱，请不起大牌明星，拍不了大制作，7个人的小作坊能火，但长不大。直到1998年，成龙打来一个电话。1998年，成龙带着经纪人陈自强入股了环亚。2000年，他又把一个人介绍给了钟在寺，林百姓的儿子林建岳。这个被老爸赶出董事会的败家子，手里攥着一笔没人敢给的钱，在环亚的牌桌上坐了下来。由于内容有点多，喜欢的点个关注，咱们下期接着聊。